凯文，第一次见到你的孩子，感想如何？他有一双他的眼睛。是吗？眼睛那部分，我们可是按照你的基因来设计的。毕竟他妈妈有先天性近视。算了，现在也不是幽默的时候。你知道这孩子将来要承担什么吗？他或许必须杀死我。突然就说出这么有觉悟的话呢，我后悔了，只会说这样的话。你根本不配拥有他的孩子。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好呀，那我也来陈述事实。我要在中烟律者降临的时候，亲自骇入他的身体。这样，等到下一次轮回的时候，我或许就可以亲手把你们的后代杀个精光。想当一个什么样的父亲随你，但同为所谓的阴节，我姑且给你一个忠告吧。既然你已经肩负起圣痕计划，那就大可不必让梅的孩子也牵连其中。中烟降临之后的世界明明那么广阔无垠，在轮回重新转动之前，他有大把的时间去享受生而为人的自由。你们这些人最喜欢那种自由了，不是吗？放心好了，圣痕计划可是绝对公平的。当他有资本降临于世的时候，不只是中烟，不只是命运，不只是人类，连你自己也可以放心地被他粉碎到一干二净。那当然再好不过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过是住在地下的一个洞里啊！我可不是指现在的这个避难所，我们只是一群原始人，背向洞口，坐在地上，手脚都被锁住，只能借由背后的火光看到眼前乏味的石壁，偶尔借助火光会有某物的影子投向石壁，这些影子便是我们眼中的全部世界。对大部分原始人来说，这也的确没什么不好。他们会在这些影子上倾注自己的心血，并对这些编纂出来的故事顶礼膜拜，歌功颂德。但如果机缘巧合，在漫长的时光过后，有个原始人挣脱了枷锁，径直来到了洞外呢？那精彩的大千世界当然异常绚烂，这自不必说。只是，你觉得这个人是会就此留在外面，还是会设法去拯救他过往的同伴呢？他的同伴未必需要拯救，但对他来说，某些事也同样非做不可。哦，这个想法倒是很有意思。不过凯文，你该不会把自己当成那把会照出影子的火炬了吧？我不确定自己究竟听懂了多少，但看上去，对凯文或者其他人来说，圣痕计划似乎不仅仅拥有战胜崩坏的意义。圣痕记录着他们的知识，也记录着你们的历史。用刚才那个比喻来说，对于文明而言，恐怕人类才是那些墙上的影子，而圣痕却是洞外那真实的一切。人类身上充满了错误，又往往自甘堕落。虽然能创造美好，却又经常毁灭他们。很难说这些不是他们总被失败支配的原因。你这算是自吹自擂吗？
圣痕的意志。不，我只是在转述一种观念。比起真正的理性，比起那些觉醒后的人类，我还差得很远。理型？理型是人类与圣痕的共同终点，至少对于从5万年前于基因中就刻下了圣痕的你们来说，尤其如此。我想你很清楚律者是怎样的存在，而理型就是与律者相对的另一种极致。从外在特征来说，它们甚至颇为相似。但你终究从未目睹过何谓理型，与天元也相见而不相识。所以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，我们可以这样翻译圣痕计划：抛弃被律者所诅咒的人类，以另一种基石重新定义文明。重新定义文明？是的，我想你需要认识到，在某些观念中，人类不过是文明的一块垫脚石罢了。如果这一点对你来说无法理解，那么，请不妨从直面自己的宿命开始。去吧，德丽莎·阿波卡利斯，那是你早晚要面对的考验。